各位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很棒的话题，就是用一个非常温柔而且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一个我们在写作时常常会遇到的一个小难题。不知道你或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就是脑子里明明有很多想法，可是一写出来就变得很混乱，或者写到一半就卡住了，不知道下面要怎么接。甚至好不容易写完一篇作文，结果还被老师评语说没有抓到重点哦。如果你有这些困扰的话，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超厉害的写作方法，它是一个连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在用的写作框架哦，但是它却非常的简单。你没听错，就是简单到连小学生都可以马上学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地图啦。首先，我们会从一个很有趣的饼干公式开始，然后呢，来聊聊它背后的阅读心理学。接着，我们会用4句话日记来实际演练一下，再来会探讨一下写作跟思考之间的关系。最后，当然会提供本周的温柔练习。对了，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我准备了一个很实用、很温柔的提醒，要送给大家。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部分，这个听起来很好吃的饼干公式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OREO 写作法，它有4个非常简单的层次，我们一起来拆解看看。好的，这个 OREO 写作法其实来头不小哦。它源自哈佛大学一门有着100年历史的写作课。这门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训练学生怎么样可以很清晰、很有说服力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那这个 OREO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超级简单，你就把它想象成一块 OREO 夹心饼干就对了。你看哦，第一个 O 就是 opinion， 也就是你的想法，一开始就直接把重点讲出来。接着 R 就是 reason， 你的理由，跟人家说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再来 E 是 example， 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证明。最后再来一个 O， 又是 opinion， 再一次强调你的想法来做结尾。你看是不是就像一块饼干，上下2片饼干是你的重点，然后中间夹着美味的理由跟实例，这样是不是很好记？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结构会这么有效呢？这背后其实是有非常科学的心理学根据的哦。在认知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讯息处理理论。这个理论是说，我们的大脑在吸收新知识的时候，其实跟电脑很像，它需要一步一步经过好几个固定的阶段来处理这些资讯。OREO 这个结构呢，可以说是完美的对应了我们大脑的处理步骤哦。你看一开始的那个 O 直接就把结论丢出来，是不是马上就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呢？然后呢，中间的 R 和 E 给出理由和例子，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大脑去理解这些内容。最后结尾的那个 O 又重复了一次重点，这就能够非常有效的强化我们的记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用 OREO 写出来的东西会让人看完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好清楚哦。好，了解原理之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来实际动手做做看啦。我们来试一个超实用的练习，叫做4句话日记。这个方法很棒哦，你可以立刻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玩玩看。好了，我们就来假设一下，今天日记的主题是体育课。那么来看看要怎么用这个 OREO 的公式来完成它呢？好，我们一步一步来哦。第一步，也就是我们饼干的第一层 O opinion，我们可以直接说出我们的想法。我今天觉得体育课真的很好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核心观点，非常清楚明了。那接下来为什么好玩呢？我们要给出 R reason， 也就是理由。因为我们玩了躲避球，你看这句话就马上支撑了我们刚刚的观点，让它不只是一个空泛的感觉而已。
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夹心啦 ，eat for example， 我们要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让别人好像也跟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样。例如说，我成功的躲过了3次球，还丢中了一位同学。哇，这个细节一加进来，是不是整个经验都活起来了？最后一步，我们要用第2片饼干，也就是再一次的 opinion 来做一个很有力的总结。所以我觉得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你看，这样一来，短短的4句话就变成一个非常完整而且很有说服力的迷你短文了，是不是超级有逻辑的？我们来比较一下哦。你看左边，这是一般的写法，可能就写说今天体育课很好玩，我们玩躲避球。感觉比较零散，对不对？但是你再看看右边，用了 ORE 之后，哇，整段话就有了明确的主题、理由，还有例子，整个结构非常完整，也更有说服力了，感觉完全不一样。好，现在呢，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来看哦。这个简单的公式，它其实不只是在教我们怎么写作而已，它更是在帮我们建立一项非常关键的人生技能。这项技能就是透过写作来思考。这其实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而且你想想看，这个方法真的不只适用于写日记或写作文哦。从学校的报告、求职的自我介绍，到工作上分享回馈，甚至是在日常对话里面，要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哇，这个思考结构都超级有帮助的。一旦学会了，就等于是给了孩子一个可以带着走一辈子的思考工具。你知道吗？当一个孩子他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更容易被别人理解、被信任。那他的自信心也自然而然就会建立起来了。这对他们的情绪发展啊，还有未来的人际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养分。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跃跃欲试了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始练习嘛，所以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本周的温柔练习，有3个很简单的任务，而且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咯。好，第一个任务超级简单，就是每天用 OREO 的方法写一篇4句话小日记。第二个呢，是亲子互动的版本，爸爸妈妈可以问孩子说，你今天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啊？为什么呢？然后引导他用 OREO 的结构来回答。那如果你想挑战一下进阶版，可以试试任务3，一个礼拜写3篇，大概100字左右的完整日记。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你觉得写作最卡关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听完今天分享，你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问题可能根本不是出在我们不会写，而只是我们一直以来都缺少一个好的方法而已。这就是我今天最想送给你的那个温柔的提醒，请记得让孩子会写作，它的意义远远不只是让他会表达而已，更重要的是让他会思考。这真的是一份可以陪伴他一辈子的最珍贵的礼物。非常谢谢你的收看，如果你也希望孩子可以更有逻辑、更有自信，那就从今天开始陪他用 ORE 写下那4句话吧。也真心欢迎你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然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或是你的孩子在写作的时候最困扰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一起温柔的学习，温柔的成长。